大婚当天，我被刚修回家的庶姐迷晕，她穿着我的嫁衣上了花轿，嫁进了侯府。我醒来后大闹喜堂，庶姐羞愤难当，最后被族长关进佛堂。婚后，侯爷贺远州对我宠爱非常，直到我生产那天胎大难产。侯爷，夫人胎位不正，胎儿又太大，这实在是生不出来啊！生不出来就保小，这样夫人会没命的。侯爷，三思啊！如果孩子不能顺利出生，那你的命也别想要了。姐姐，贺远州，你们……如烟，别怪我狠心，如果不是如生不能生子，我怎么会容你活到今日？我的好妹妹，你抢了我的夫君，这个孩子就当是你的赔罪吧。你们竟然从一开始就在骗我！骗你？你这侯府夫人的位置原本就是我的，就算骗你又如何？我没有死，这是重生在了大婚当日。前世阮如深将我迷晕，这个时候应该已经顺利上轿了，而我前世……阮如生，你竟然敢迷晕我，替嫁入侯府！在我揭穿这场阴谋的时候，这两人八是已经恨上了。阮如生，贺远州，前世的仇，我们慢慢算。母亲，我怎么在这里？如英怎么还在这里？那刚才上了花轿的人是谁？上花轿，吉时已经到了吗？我姐姐刚才送了一碗甜汤给我，说是给我压压惊，可我喝了之后，不知怎的就睡到了现在。赵姨娘，你这是要往哪儿躲？那碗甜汤不正是你和大小姐一起亲手送到二小姐房里的吗？什么甜汤？我不知道，你这奴才休要含血喷人！如生在哪里？来人，快去大小姐房里看看人在哪儿！夫人，大小姐不在屋里，屋里服侍的人全都不见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我们小姐原本准备好的那件嫁衣也不见了。天哪，莫非刚才顶着红盖头上花轿的，竟是大小姐阮如山？真是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来人，快把花轿给我拦下来！算算时间，这个时候怕是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阮如生，花轿你既然敢上，那这侯府的福气你可得接稳了。不会吧，大小姐阮如生不是才刚被休回家吗？她怎么这么不要脸，竟敢把嫡小姐迷晕，用这种下作手段替嫁？爹爹，算了，庶姐从看到侯爷第一眼开始便爱慕侯爷，她想出这个法子替嫁，想必是迫不得已。女儿愿意把婚事让给姐姐，她已经因为不能生育被休了一次，此番如若再不成，让她以后怎么办？你这傻孩子，你如此掏心掏肺对你庶姐，她却这样算计你，不行，我的女儿绝不能吃这亏。贱妇，这里面如果没有你相帮，我不信如生一个人能做得成。侯爷，如生也是你的女儿啊，她和这南侯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就成全她吧。好一番算计，居然害到我女儿头上！来人，将赵媚娘拖下去，打20板子，关进柴房！谁敢打我？我可是这南侯的岳母！闭嘴！你们母女干的好事，你别忘记了，如懿也是我的女儿，是国公府的嫡女，你们竟敢如此算计她！带下去，堵了嘴，拖进柴房。国公爷，这是在大小姐院子里捡到的。好一个镇南侯！我说汝萧一个人是怎么假冒新娘子出的门，原来是他暗中帮忙，
如此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就别怪我无情。如意，你现在怎么想？如果你还想嫁，我马上带人去侯府，当众把人换回来。父亲，看来庶姐和侯爷早已私下有情，甚至不惜设下这么大一盘局来害女儿。这样的人，我不嫁。好，不愧是我魏国公的女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去一趟侯府，把这婚事给退了。贺远州还得多谢你送的玉佩了，爹爹现在怕是认定你们早已私相授受了。你将这个玉佩扔在姐姐院里，放得明显点儿。李成，慢着！怎么阮小姐在这里？那拜堂的是谁？如心，你怎么这么快醒了？你这畜生，你果然知情！侯爷，你和庶姐将我迷晕的时候，不曾设想过我会醒得这么快吧？亲家夫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妹妹，新娘怎么是你？远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姐姐，你做下替嫁这种事，虽然与我们国公府面上无光，但毕竟是你的喜事，我还是要来恭贺一番的。老夫人，侯爷与我姐姐两情相悦，又不敢禀明双亲，所以在大婚时将我迷晕，好让庶妹替我嫁进侯府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都不敢相信，堂堂镇南侯居然会做出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来。侯爷，书生，如英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对如生是真心的，我这辈子只想娶她一个人。如今我们已经拜过堂，名分已定，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纳你进门为贵妾，除了不能给你正式的名分，其他待遇都和以前一样。妹妹，我真的很爱侯爷，求求你让我留在侯府服侍他，哪怕是以你为尊，我也愿意，好不好？真是一对情比金坚的有情人。侯爷，你若真是如此爱重我这位庶姐，为何不坦荡告诉长辈，光明正大的娶她进门？庶姐好歹也是国公府的大小姐，怎么，在侯爷眼里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我是怕你不愿意。如意，如今你若是肯点头，那是最好的结果。侯爷，你既然娶了我姐姐，那我们的婚事就此作废。我祝你和如生永结同心，永不后悔。侯爷还真是深情呢。如生因为不能生育被休，侯爷竟不嫌弃，还娶做正室，真是让人感动。什么？不能生育？怎么，姐姐还没告诉侯爷和老夫人吗？远州，你给我说实话，她当真生不了？母亲，如生她只是身体弱，调理总会有的。调理？侯爷莫不是在说笑？当初她在庆州被休，全因那大夫断言她是使女，终生无望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老夫人，您听我解释。侯爷何必再瞒？若不是为了瞒过远在别院养病的老夫人，你们又何必费尽心思搞这一场替嫁？别院？你们算准了我不在家，才敢在大婚当天玩这种李代王祝的戏码？姐姐，你本想着等生米煮成熟饭，等老夫人病愈回来，再抱个不知道哪来的孩子认在名下，这侯夫人的位子就稳了，对吗？好孩子，真是祖母的心肝儿。如生啊，你为贺家延续香火有功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这侯府名正言顺的主母。好一个镇南侯府，好一个深情厚谊，原来从头到尾都在把我们阮家当傻子耍。你陷害妹妹在先的婚事在后，毫无姐妹之情。你如此弃国公府的颜面于不顾，这般不孝的逆女，我阮家从此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爹爹，我也想为您争光啊！如茵性子软，她嫁进来只会让国公府受气，只有我才最适合做这侯夫人。你所谓的适合做侯夫人，就是给你亲妹妹下毒，就是瞒着全天下你是个不能生养的废人，然后把我们阮家拖进这万丈深渊。这大小姐心肠也太毒了，抢了亲妹妹的婚事，还说是为了家里好。就是不能设花敢替嫁，这不明摆着要让镇南侯府绝后吗？贺老，
你说话呀！你刚才还说这辈子只有我一个，你说过会护着我的。如生，我竟不知道你竟瞒了我这么多。你若是早说你不能生，我断不会让你做出这种荒唐事。贺老，你明明知道。住嘴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若现在跟我回家，跪在族人宗祠前面请罪，自贬为庶人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如果再执迷不悟，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是阮家女，生死荣辱与我魏国公府再无干系。爹爹，我也是你的女儿，你难道真的忍心看女儿落到这样的境地吗？女儿只想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有什么错？我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又有什么错？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不再是我阮家的女儿，你以后好自为之。来人，将二小姐的嫁妆统统抬回去。亲家公，这嫁妆已经进了我侯府的大门。亲家母慎言，那是我家如环的陪嫁，跟这个被除名的逆女有何干系？我们走。是。住手！统统给我住手！这是我的陪嫁，进了侯府的大门，这便是我镇南侯夫人的私产。爹爹，你这是要逼死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亲家公，哪有是刚进门就抢空嫁妆的？这不是打我们贺家的脸吗？你的陪嫁，阮如生，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，还要不要脸？当初你第一次嫁到庆州，我哪怕再厌恶你那生母，也给你备了100台嫁妆。可你呢，竟敢迷晕如茵，抢她的婚事。这120台是公爷心疼如茵才加倍备下的，你抢了她的婚，现在还想抢她的银子。岳父岳母，如生纵然有错，可这些东西……谁是你岳父？再敢动我女儿的东西一下，老子今日便在这侯府大开杀戒！瞧瞧，这嫁妆一抬走，侯府这喜堂比脸还干净。这庶女折腾半天，原来是净身出户啊！住口！我是镇南侯府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们这群落井下石的小人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明媒正娶，阮大小姐怕是忘了，你这身嫁衣是下药从亲妹妹身上剥下来的，这叫哪门子的明媒正娶？这叫无耻窃娶！那又怎样？侯爷爱的是我，如因他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我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呸！还属于你？你一个被庆州夫家休回来的下堂妇，你也不嫌臊得慌？老夫人，您这守媳妇可真是厉害呀！还没敬茶呢，就开始咆哮宾客了。这种无德无才又不能传宗接代的儿媳，别被气出个好歹来。逆子，你看看你娶回来的好东西！滚！都给我滚！谁再敢提不能生养，我撕烂他的嘴！换作是我家女儿做出这种替嫁的丑事儿，我当场直接拖出去打死。这种货色也配进侯府的大门？听魏国公府的意思，镇南侯早就和这如生有了私情，才一起迷晕嫡女，做出替嫁这种下作事。呸！无媒苟合，真是不要脸！姐姐，这就是你拼命抢来的尊荣吗？这满堂的谩骂和唾弃，滋味如何？我的嫁妆，那都是我的。阮如心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把我的嫁妆还给我！姐姐，你是不是选择性失听？你如今已经被阮家开祠堂除名了，从这一刻起，你不过是个无宗无祖的野路子。阮家的每一分银子，每一寸绸缎，都和你没有半文钱的关系。你胡说！我是魏国公府的大小姐，爹爹只是气话，那嫁妆分明写的是我的名。想要嫁妆，姐姐，你当真是找错人了。你若真想要陪嫁，大可以去问你的好生母赵姨娘去要啊。你少拿我小娘说事！哦，瞧我这记性，我倒是差点忘了。你的生母赵姨娘当年可是从烟花柳巷那等风尘地方出来的，她那手里啊，想必还攒着当年在青楼里的几两卖身银子。姐姐看得上的话，也可以去要了。阮如茵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这个小贱人！姐姐，带着你那尊贵的侯爷，守着你这空无一物的侯府，
慢慢恩爱吧。过瘾，真是过瘾！这镇南侯府的喜酒没白喝，瞧那替嫁的庶女像个落汤鸡似的趴在大厅，真是一……镇南侯也是自找的，堂堂国公府嫡女不娶，偏要和个不孕的庶女思想守寿。这替嫁的丑事儿，怕是明天全京城的茶馆都要守上3天3夜。来人，给我梳妆打扮，我可是镇南侯夫人。叫什么叫？昨晚你爹带人抬走了120推嫁妆，你现在连片裹身的布都没剩下，你忘了？那里面有如茵亲手绣的抹额和鞋袜，我什么都没准备啊。贺郎，等会儿还要见长辈，我总不能穿着这身去吧？长辈们都在大厅等着心腹敬茶。阮如生，你现在连个像样的手帕都掏不出来，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？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啊。管事嬷嬷，去外面的成衣铺子，随便买2身像样的衣裙回来。还有，现成的鞋袜、手帕，不管好坏，先买回来应急。侯爷，这外头铺子里的针脚，哪能跟狄小姐绣的成品比呀？让你去你就去。阮如熙，你害我丢尽了脸面，此仇必报。这是拿地摊货来打发叫花子呢。我贺家立府100年，头一回见心腹敬茶拿这种外头铺子里的边角料当见面礼。阮如生，你这是存心让贺家在祖宗面前丢人现眼。叔公息怒，如熙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昨晚。远州，你瞧瞧，这针脚比粗使婆子的手臂还不如。魏国公府好歹也是高门大户，嫁女儿竟然寒碜成这样。连件像样的针线衣服都舍不得给。你们还没听说吗？她现在哪还算什么国公府的小姐？今日一早，阮家大开祠堂，已经把她阮如生的名字从族谱里彻底勾掉了。她现在就是一个无宗无祖、被全京城笑话的弃女。阮如生，外头都在传你当初被庆州夫家休弃，是因为你天生使女绝了子嗣。这件事，你给老神当众说个清楚。到底是真是假？老夫人，那是外人的诬陷，母亲，您千万别听信那些流言蜚语。如生当初在庆州那是水土不服，病了一场才耽误了受孕。只要在咱们府里悉心调理，子嗣的事儿那是早晚的事儿。调理？若真是水土不服，能被夫家休回娘家，侯爷，你莫不是被这狐妹子迷了眼，要陷咱们侯府于绝后之境？二叔公慎言，如生是我的妻。他的身体我最清楚，定是那些人心怀不轨，想故意坏我侯府名声。远州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。你以为老身远在别院，就当真是个耳聋眼瞎的废人吗？既然侯爷执意要护着这个弃女，那老身今日便在这喜堂之上，替咱们镇南侯府做一个最重要的决定。阮如生，你是个再嫁的妇人，名声早就烂透了。我昨晚思量再三，念在远州执意的份上，可以让你入府。但远州是侯府的宗嗣，承袭的是天恩。我们贺家绝不可能娶一个名节有亏、被休弃的下堂妇来做侯夫人。没错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京城勋贵怎么看我们贺家？正好，远州的表妹玉租还云英未嫁，无论是出身还是德行，都是上上之选。今日我便当着众人的面说清楚，我属意她做镇南侯夫人。母亲，这万万不可！昨日拜堂成亲，可是全京城都看在眼里的。如今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如是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您现在这么做，不是在打儿子的脸吗？你还有脸提昨日？我贺家的脸面都被你这个逆子丢尽了，名不正言不顺，那场笑话样的婚事如何算数？你要娶她可以，但她只能是偏房，是妾。镇南侯府的大门绝对不会要一个绝嗣的妇人来做正事，绝了贺家的香火。贺郎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过我是你唯一的夫人。夫人，一个弃女。能让你进门做偏房，已经是老夫人开恩了，还不快谢恩？偏房妾，凭什么我才只能做妾？远州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若坚持只要阮如生，那么镇南侯这个位置便换个能续香火的人来做。老夫人说的对，咱们贺家不能绝了后。你要是真想当个情种，我那二房的大儿子倒是随时能替你担起这侯府的重任。就是为了个被休回来，连爵位都不要了，传出去，咱们贺家祖宗的脸往哪儿搁？镇南侯府上下几百口，这侯爵之位牵扯的是我贺家一族，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母亲，儿臣已经拜了堂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拜堂？
那是替嫁的笑话。你还要我说几遍名不正言不顺如何算数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侯爷的位置和阮如是，你只能选一个。贺郎，你说过你只认我一个人的，你答应过会给我侯夫人的荣耀，你不能丢下我。儿子，愿娶表妹为妻。贺郎，你说过这一辈子有我一人便足矣，你说过会给我侯夫人的荣耀，让我做这京城最尊贵的女人。如今你却说要娶表妹为正妻，那我算什么？名不正言不顺的玩意儿吗？贺远州，你怎么对不起我？你说话啊！够了！若非你不能生养，母亲何至于如此逼我？如今能留你在府里做个偏房，已是我对你最大的情分了。一个被休回来的弃女，竟也敢在侯府大厅如此撒野。元州，你瞧瞧你这眼光，简直丢尽了贺家的脸。可不是嘛，这泼妇样哪有一点侯门主母的影子？还是玉茹表小姐好，端庄识大体，那才是正妻的人。名分已定，多说无益。既然远州已经点了头，这事儿便由不得你。传我的话，老身已经与宋家商定，择吉日便再摆一次婚姻，让远州与表妹宋玉瑜正式成亲。还是老夫人精明，这侯府啊，早就该有个正经主母了。至于阮如生，带下去，关进西边的小院儿。既然成了妾，就得好好学学这侯府下人的规矩。阮如琳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听说老夫人连夜派人去宋家地的话，这会儿全京城都知道镇南侯要娶亲表妹做正妻了。听说那位可是镇南侯府老夫人捧在心尖上的人物，又是贺公子的青梅竹马。是啊，侯府有热闹可看了。那大小姐那边，且看着吧。她那点柔弱手段，在宋玉茹面前还剩几分道行？贺郎，只要我进了这道门，求得爹爹原谅，宋玉茹那正妻之位就坐不稳。你最好是能求得岳父的原谅。瞎了眼的奴才，没看到本夫人和侯爷回来了吗？还不快开门迎客！开门！瞎了眼的狗东西！哼，国公爷早就下了死令，府里如今只有如茵小姐这一位嫡出小姐，至于外头那些不三不四、冒名顶替的，府里一概不认。混账！赵姨娘是我生母，她还在这府里坐着呢。我是这府里的长亲，你竟敢拦我！赵宜江，庶女还想大摇大摆走正门，莫不是做了侯府的小妾，就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疯了不成？贺郎，你快跟他说啊！你是堂堂镇南侯，你亮出身份，看他这个狗奴才还敢不敢拦着？贺郎，我为了你已经没了娘家，要是今天连这正门都进不去，我以后在这京城还怎么做人？够了！你嫌我还不够丢人吗？侯爷，国公爷交代了，您若是一个人来，也需要先递拜帖。要是你们真想进国公府，只能走角门。喏，就从那条巷子钻进去。你这看门狗，你敢羞辱我！等爹爹气消了，我回府的第一件事便是扒了你的皮，把你乱棍打死。那您得先有那个命进这正门再说。阮如生，省省你那点唾沫星子吧。国公爷前几日便大开了祠堂，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将你彻底除名了。你现在不过是镇南侯府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妾，一个妾也敢在国公府正门前大呼小叫。阮如生，哈哈，原来是个妾呀！费尽心机抢了妹妹的婚事，最后就混了个妾。瞧瞧他那身衣服，不知道在哪家地摊上捡来的成衣吧？这副穷酸相也配叫侯府夫人？这南侯也真是好眼光，放着好好的嫡小姐不要，偏要跟个被除名的弃女，在街上丢人现脸。本侯堂堂镇南侯，你竟然让本侯从这种连狗都嫌脏的洞里钻进去！贺郎，只要进去了，求求我小娘，爹爹总会心软的，咱们总得有个名分啊！名分？
你现在还有什么名分？要去你自己去钻这狗洞，本侯一世英年全被你这贱妇毁了，我就不该陪你回来丢这县城的人。快看啊！侯夫人回门，侯爷却自己坐车跑了，真是情比金坚啊！手脚都给老娘利索点儿！哼！等会儿我女婿镇南侯回门，要是瞧见你们这副丧气样，仔细你们的皮！哟，这不是咱们家那位准侯夫人吗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该叫没人要的弃女了。你若是肯跪下来给我磕个头，我兴许求求如熙，让她在侯府给你腾个下人房。姨娘，这白日梦做多了是会遭雷劈的。你在这儿等回门，你那宝贝女儿刚才在府门口被门房像撵狗一样堵着，人家让她钻臭气熏天的角门呢。放屁！如师是侯府主母，谁敢拦她？主母，你的好女婿镇南侯嫌丢人，当众甩下他坐马车跑了。不可能！你休想蒙骗我！醒醒吧！老夫人当众宣布，阮如生入府只能是贱妾。你胡说什么？如生是镇南侯明媒正娶抬进去的，她现在是正经的镇南侯夫人。姨娘，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该醒了。镇南侯府过几日便要风风光光娶自己的娘家侄女入府做正室，那可是大理寺卿的嫡亲女儿宋玉茹。不可能！侯爷亲口和我保证过，如生会是唯一当主母。爱，在子嗣和权力面前，那点爱算什么？更何况现在还有多少爱都尚未可知。现在的阮如生和你一样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。啊！你闭嘴！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敢咒哦，对了，昨日姨娘被关在柴房，恐怕还不知道外面的动向吧？爹爹已经开了祠堂，姐姐的名字早就被阮家族里彻底除名了。钥匙给他留在那儿，记住，别让他走得太容易，否则他会起义。小姐放心，小的知道该怎么演。等他闹得最疯的时候，小的自然会力不从心。我要他带着最足的怨气去镇南侯府，这出戏缺了这位亲娘可唱不响。放我出去！你这狗奴才！赵姨娘，国公爷有令，您现在是戴罪之身，不得出府。贺元州那个负心汉，你放我出去，否则我做过鬼也不放过你！快来人啊！赵姨娘要逃了！快来人！瞧这排场，这才是正经娶嫡女的派头。前2日那出闹剧，如今侯府对外只说是纳妾礼。那阮如生一个被休的下堂妇，也配肖想侯夫人之位？好，这才是我们贺家明媒正娶、延续香火的正妻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慢着，谁都不准走！赵姨娘，今天是我大婚之日，你休要胡闹！大胆！哪来的疯妇，竟敢在大婚喜船上撒野！来人，给我打死这个贱婢！住手！这里是侯府喜堂，不是菜市场。这疯婆子是怎么放进来的？侍卫呢？都死绝了！侯爷，我的好女婿，你当初跪在我面前求娶如身时是怎么保证的？你说你只爱如身一人，许他侯夫人之位，你骗他背叛生父，骗他在成亲前便与你有了肌肤之亲。你闭嘴！你这上不得台面的贱人！如今如生名声毁了，亲爹也不认他，你转头就要抛弃他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对不起他，你那女儿自个儿不检点，一天一手骚尸往侯府里送。侯爷若是有定力，何至于被我女儿勾引？住嘴！她本就是个被休回来的烂货，表哥给她一个妾室的身份，都算抬举了她。
还不把这疯婆子给老身拖下去！你这恶毒的小蹄子，竟敢夺儒生正妻的位置！放开我！我可是镇南侯府世子的岳母，你们竟敢如此对我！妾室的母亲也配称自己是岳母？你教的好女儿成了全京城的笑话，你还有脸来侯府闹？我如今是侯府正妻，是大理寺卿之女。你若再敢胡闹，我现在就可以行使主母的权利，让她滚出侯府。真不愧是青楼出来的，当娘的闯喜堂，当女儿的骗婚，一窝子的下贱坯子。这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，镇南侯司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贺家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！远州，你看看你招惹的都是什么暗杀物色！来人，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还不把这疯婆给我拖下去！什么时辰了？回夫人，快到丑时了。侯爷人呢？回夫人，听说侯爷去了生意娘那屋，说是如生小姐心急犯了，正闹着呢。阮如生，你这卑贱的妾室，竟敢在新婚夜跟我抢男人！阮如生这个下贱的烂货，主母新婚当夜，他竟敢把侯爷扣在屋里不放！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您千万不能出去，这要是让人瞧见新婚夜新娘子满院子找男人，明儿个您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脸面？他贺远州连洞房都不进，我还有什么脸面？奴婢求您了，要不奴婢替您去，就说您心口疼得厉害，侯爷念着旧情必会回来的。去，立刻去！他要是再不来，我就亲手撕了那狐狸精！夫人，奴婢连院门都没进去。守门的婆婆说，生姨娘吩咐了，谁也不进。谁都不进，谁给她的胆子？滚开！我不亲自去会会这个贱人，她还真当着侯府改了姓。侯爷，如生知道错了，如生日后会更加尽心照顾侯爷，就怕侯爷您不愿见我了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想想什么？我就知道贺郎还是痛惜我的，就怕主府今后让侯爷见我。胡说什么？这贺府还轮不到他做主。如生素来胆小，今夜被小娘那么一吓，晚上更是不敢一个人睡。侯爷，您能不能陪陪如生？哪怕等如生睡着了再走也行。听你的，今晚我只陪你，等你睡着了我再走。阮如生，你这贱人，我今日非活剐了你不可！夫人，老奴求您了，千万不能去啊！滚开！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他抱着那个贱人走了，你们让我当缩头乌龟吗？夫人，您若现在去了，这侯府上下几百口人怎么看您？明天全京城都会知道您和妾室抢世子爷，您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呀！是他个贱人劫了我的郎君，我才是正妻，他只是个被休回来的烂货。夫人，您是大理寺卿的嫡女，是这侯府名正言顺的主母，您不能自降身障去和妾室争男人，难不成就要我咽下这口窝囊气？主母有主母的杀法，您现在冲过去，只会让侯爷觉得您面目可憎，更疼惜那个。是啊，小姐，今晚他闹得越慌，明天老夫人的火就越大。您现在回房，安安静静的受了这天大的委屈，明天侯爷和老夫人便欠了您一辈子的情。更何况老夫人向来疼爱您，知晓您受了如此委屈，必定会严惩姨娘。好一个阮如生，他想演戏，本夫人就陪他演一场大的。今晚这笔账，我会让他用命来还。都起来，回房。玉茹，如生他今晚实在惊吓过度，我身为侯爷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。侯爷快别说了，生妹妹既然胆小，侯爷多陪陪她也是全了情意。玉茹如今是当家主母，若连这点体面气度都没有，岂不叫人笑话？玉茹，这种事让下人做就是了，你贵为正妻，怎能……今晚侯爷受累了，在外玉茹是侯夫人，在房内玉茹只是侯爷的妻子，妻子服侍丈夫本就是天经地义。玉茹，你如此贤惠识大体，
这是本侯的福气。侯爷言重了，只要侯爷心里有着侯府，有玉茹，玉儿做什么都是甘愿的。好，好，儒生娇柔，你端庄贤淑，本侯有此贤妻美妾，这辈子真是人生圆满，夫复何求啊！小姐，那边闹翻天了。听说昨儿个新婚夜，侯爷在大花园里就被生小姐给劫走了，半夜才回的新房。抢来的东西到底是要日夜守着才放心。阮如生这招围魏救赵用的确实熟练。奴婢可听说宋玉茹却绝非软弱可欺之辈，大姑娘这样一闹，有热闹看了。姐姐看似占了上风，可她忘了如今还是贺府，还是老夫人当家做主。贺老夫人又向来挺爱那位宋南姑娘，往后怕是日日都有好戏可看。这还只是开始呢，真正的风波与热闹还在后头。儒生给夫人请安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昨日妾身害怕夫君在我房里陪得久了一些，夫人贤惠，不会怪我吧？跪下！一个妾室不仅不知羞耻，还敢狐媚惑主，耽误侯爷的新婚洞房，请陈安还到得比主母晚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姑母息怒，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只是生姨娘终究生不了孩子。提到生妹妹的痛处了，真是不好意思了。但毕竟这地要是死的，种子撒再多也没用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生不了孩子，霸占着侯爷只能绝后，与其如此，不如松松手。姐姐，也不是我硬要留住侯爷，只是侯爷他放不下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这还不好办，我为侯爷新添了2个姨娘，已经和姑母请示过了。这是我带来的玉墨和玉琪，自小调理身子，最是好生养的。老夫人已经同意了，3日后就抬她们为姨娘。哈哈哈哈！玉茹果然深明大义，本侯正愁子嗣单薄，你这安排真是想到了本侯心坎里。瞧瞧，这才是名门正妻的风范，不像某些人占着位子不下蛋。从今天起，你们2个可要争气。是侯爷夫人，奴婢定不辱命。瞧那生姨娘，昨晚抢了新房又怎样？这转头就来了2个更鲜嫩的，还是能下崽儿的。这就是命，弃妇就是弃妇。进了门也就是个没用的摆设。宋玉茹，你这毒妇，你竟然拿自己的丫娃来分我的宠，让我彻底变成笑柄。生姨娘，以后姐妹们和睦共处，你可得大度些，毕竟这侯府的未来可指望不上你。书生，你等等，别跟我闹气。侯爷还追出来做什么？快去瞧瞧您那2位好生养的新人便是了。刚才母亲和宋玉维盯着，本侯若是再为你说话，只会惹得他们更加为难你。但这纳妾毕竟是玉叔的贴身丫鬟，我必须给她个面子，所以这头3天，本侯总得去他们屋里留宿，全了这面子。去他们屋里？侯爷是瞧着那2个丫头皮肉鲜嫩，迫不及待想去尝个鲜了？胡说八道，他们不过是贺家传宗接代的物件。之后将孩子过继到你的名下，这样以后谁也挑不出来你的毛病。儒生明白了，侯爷是为了大局，儒生不求别的，只要侯爷心里还有儒生一个位置，儒生愿意忍下这口气，不让侯爷在老夫人面前难做。本侯就知道你绝不是那种拈酸吃醋的小女子。自打他进了门，不仅府里打理的滴水不漏，更是主动为远州纳了2房良妾，颇有正妻风范。老姐姐真是捡着宝了，宋家教出来的女儿果然名不虚传，这般大度能干，真是贺家门楣的福气。可不是嘛，玉茹如今就是我们贺家的掌门宝。侯爷呢？又去那2个小蹄子那儿了？回姨娘，侯爷刚才去了玉墨姨娘屋里，说是新进了一批贡香，去瞧瞧。姨娘息怒，侯爷心里终究是最疼您的，1个月可有大半事都歇在您屋子里呢。那还是有几天不在我房中，只要他们1天在，我就1天不痛快。玉茹，你也对这妾室太好了些，这等高门宴会，哪有带个上不得台面的姨娘出来的？没得降了咱们的身价。她可是侯爷心尖上的人，我哪里敢怠慢了她？若不带着回去，侯爷怕是要心疼坏了。我只能就这么带着呗。侯爷确实最是宠她，1个月里有1半的时间都耗在她屋里。只可惜啊，这肚子太不争气，进门都半年了，也没见半点动静。全京城谁不知道她是生不出孩子被休的？侯爷就算天天长在她屋里，她那块荒地也长不出庄稼来。没办法，侯爷喜欢我这个做正妻的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只盼着他自己能懂事些，自己规劝着侯爷多去新人的院子，
别耽误了贺家的香火才好。宋玉茹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有了法子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闭嘴。妹妹，近来家里可好？生姨娘慎言，你已被阮家族里除名，这声妹妹我实在是担不起。是啊，生姨娘，你如今是镇南侯府的妾室，和我们小姐攀什么关系？我就算是妾室，也比你这丫鬟身份高贵，你也配这样和我说话？生姨娘，珠儿是我的丫鬟，要教训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明明是个偷梁换柱的下作胚子，还在这攀亲戚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就是啊，也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身份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连个姓都不配哦。就算除名了，我身上流的也是国公府的血，你们有几个能拢住自家男人的心？你莫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在场哪个不是嫡出的？你一个被逐出府的庶出，连给我们擦鞋都不配。别在这里逞口舌之快了，你还是好好掂量掂量，国公府会不会跟你清算当初下药害人的旧账？阮妹妹果然是个好性子的，能容她在这儿叫唤。要是有人敢这么算计我，我非要争个鱼死网破不可，绝不让他有半点活路，更别提让他在这儿张嘴乱咬。哎呀，侯夫人这是怎么了？算算日子，进门也有些时日了，这反应莫不是给镇南侯府招来大喜事了吧？哎呦，这干呕的劲头，老身瞧着准是害喜了！快传大夫！恭喜侯夫人，贺喜侯夫人，这是喜脉呀，已足足有3个月身孕了，胎相稳固得很。占着名分不生养，我要是你啊，早就一头撞死在那梅花树下了。大夫，本夫人腹中可是侯府的嫡长子，半点马虎不得。往后本夫人的吃穿用度，绝不能让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沾了手。确实是天大的喜事，宋夫人一定要好好保重，这可是侯府的命根子。阮如生，这一世这个孩子必不可能过到名下。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嫡子了！玉茹，你真是本侯的大功臣，真是贺家的老祖宗保佑啊！侯爷，大家都看着呢，况且这样晃对孩子不好。瞧我这脑子，你现在怀着孕，可要好好养着。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！这正妻进门就是不一样，才半年功夫，这嫡长子就有着落了。可不是嘛，这才是明媒正娶的福气。再多甜言蜜语也比不过子嗣。男人啊，这骨子里看重的到底还是香火。生姨娘，不如去求请个名医，再调理调理。毕竟，万一老天开眼，你也怀上了呢？这就不必妹妹操心了。我阮如生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指手画脚。生姨娘，注意身份，我可没有你这位姐姐。侯爷，臣妾最近总觉得身子沉，胃口也掉。身边若是没个知根知底的人伺候，臣妾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玉茹说的对，你现在是一个人吃2个人的补。如生，既然你没身孕，也无甚要事，往后便多费心，日夜贴身伺候好夫人。侯爷，我不是奴婢。现在全府上下以嫡子为重，或者你想一纸休书将你逐出府吗？侯爷，妾知错了，妾身愿意贴身照顾姐姐。既然明白了，那便跪下替本夫人揉揉腿吧。本夫人觉得有些乏了。小姐，镇南侯府那边传回话来了，那位如今在那府里过的日子，简直连个下等粗使丫头都不如。哦，宋玉茹这胎稳了，自然是要立规矩的。何止是立规矩啊！听说宋夫人仗着身孕，成天变着法的折磨她。昨儿个大雪天的，硬是让她跪在冷硬的砖地上待了2个时辰呢。最绝的是侯爷，以前口口声声说她是心奸宠，现在眼里只看得到宋夫人的肚子。这就是阮如生费尽心机抢来的生活，也算是他咎由自取了。这就是报应。他当初抢了您的婚事，还以为是进了福窝，谁知道是给自己挖了个活人坑。阮如生，这才哪到哪儿？我会在高处看着，看你如何在这炼狱里拖着他们一起沉沦。
诚心想让本夫人看这些疤？没用的东西，端个镜子都端不稳。去，给本夫人跪到风口去。是。玉茹，又在闹什么？大夫说了要静心。侯爷，您还知道回来？这半个月，您来我这屋子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我可怀着你的嫡子。怀着嫡子也不是你质问家主的理由。今儿你先好好反省吧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如茵，如茵，你最近可还好？自然极好的，还没恭喜侯爷。瞧侯夫人这肚子，快要生产了吧？阮小姐还没嫁人呢，整天在外抛头露面，该不会是还惦记着我家侯爷，故意在这儿守株待兔吧？侯夫人这话可真有意思。这珍宝阁是我家小姐巡视的产业，何须堵人？卓儿，不得无礼。够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也是有够凑巧的，近1个月就出来这一次，还能遇上。两位夫人想多了，家父已为我选定了亲事，我今日来不过是设计几套出嫁要用的头面罢了。你要成亲了？跟谁？是，到时候侯爷若有空，别忘了来喝杯喜酒。这就不劳侯爷费心了。我家小姐要嫁的夫婿，自然是全京城最好的男子。侯爷，你莫不是心里真的还惦念着那个贱人？住口！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个侯府当家主母的样子吗？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？我是为了谁才变成这样的？我肚子里还是有你的嫡子呢！够了，这句话你还要说几遍？侯爷，您口口声声说没惦记着妹妹，瞧瞧您现在这魂不守舍的样儿，这般紧张是为何故啊？闭嘴！你一个区区侍妾，我的事儿你有何资格在这指手画脚？还有你，天天逛这些首饰铺子，你们就不嫌腻吗？瞧瞧你们一个个现在的样子，简直是丢尽了我的脸。侯爷，臣妾这不是为了肚子里的……好了，本侯公事繁忙，没工夫陪你们在这儿耗着，你们自己逛吧，本侯要去忙了。你是说，这段日子，申姨娘经常私下避开侯府的人去见赵姨娘？惠小姐，千真万确。前2日，小的在赵姨娘那小花园的后墙根底下亲耳听见的。他们说了什么？赵姨娘塞给了申姨娘几张方子，说那药不可多用，只需用上几次，便可让孕妇吃肥，最后胎大难产。天爷啊，小姐，我就说那宋夫人的身子怎么突然臃肿的跟吹了气似的，脸上还长了那么多吓人的斑，原来全是阮如生下的毒手。胎大难产，他们母女也太狠毒了。阮如心为了争宠，竟然连孕妇都不放过。她当然狠，她知道自己生不了，便要让所有能生的女人都死在产台上。是，赵媚娘亲口说的，这是要宋夫人的命啊！珠儿，盯紧了，这药效发作的越快，这出戏就越精彩。如生，你记住了，这东西是慢性毒，混进他的补药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等到时候他变得臃肿肥大，就算有幸生下了孩子，那侯爷也会厌弃他。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赢回侯爷的宠爱。他平日如此侮辱我，我必不可能放过他。你们镇南侯府的人想干嘛？头天送首饰，第2天送蜀锦，今天倒好，直接抬了几箱金银过来。小姐，侯爷特意交代了，他说这些东西只是给您压惊的。他说只要您点点头，整个侯府库房的钥匙将来都能交到您手里。整个侯府的钥匙？是的，侯爷吩咐了，若是您有想要的东西，他拼了命也会给你送过来。若是我说我想要他的命呢？小姐，您就别拿小的开玩笑了。这种安家东西留在府里都嫌脏了地儿。嬷嬷，带上府里最壮的侍卫，把这几日送来的东西通通搬上车，一针一线都别给我剩下。小姐，咱们这就给送回去。不仅要送回去，还得大张旗鼓的送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这位深情的镇南侯到底是有多恬不知耻。滚回去告诉贺远征，我阮如茵不吃他那一套。
如意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解释。侯爷，当街拦轿，这就是镇南侯府的家教吗？如意，我送去的那些头香绸缎，你可曾看一眼？我后悔了，如意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侯爷后悔什么？是后悔没早点发现阮如参不能生养，还是后悔没能多娶几个貌美的妾室？那个阮如生，她算什么东西？她连你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如丽，只要你肯回头，肯回我身边，我现在就回府写休书。侯爷，当初在喜床上，你可是当着全京城人的面说你和如生两情相悦，至死不渝，这就是你的真心？那是因为他骗了我。如意，本侯是被那个狐狸精蒙蔽了，只有你才是最适合我的侯夫人。侯爷，请自重。我家小姐清清白白一个嫡出大小姐，凭什么要听你这些见不得光的安杂心思？放肆！你这贱婢敢教训本侯！阮如意，你原本就是我的，那是写在婚书上的。你这辈子生是我贺家的人，死是我贺家的鬼。侯爷莫不要满口胡言，我家小姐和你们镇南侯府早就没有半分瓜葛。珠儿，上来吧，莫要和这种人白费口舌。马夫，走，若有人敢拦路，直接撞过去，生死不计。如意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。这不是咱京城鼎鼎有名的深情镇南侯吗？怎么跟条疯狗似的在街上追人家嫡小姐？可不是嘛！当初大婚的时候，人家如意小姐就在眼前，他非要搂着那个下作的庶女拜堂。呸！瞧那模样，哪还有半点侯爷的威仪？我要是如意小姐，我也让她滚得远远的，没得脏了自家马车的轮子。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闭嘴！都给本侯闭嘴！谁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本侯就把你们统统抓进大牢！大家快看啊，侯爷恼羞成怒要抓人了！哟，这不是咱们府里最会勾人的生姨娘吗？听说昨儿这侯爷热脸贴了阮如心的冷屁股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贱妾，也配在那儿争风吃醋？我算什么？那你又算什么？宋玉茹，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。你现在这副吃肥如猪、满脸烂斑的鬼样子，侯爷多看一眼都想吐。你这贱婢，你敢咒我？我咒你？你以为你怀的是宝，不过是个拴住侯爷的工具罢了。等你生完，你看侯爷还会不会再踏进你房门一步？我的肚子！救命！我的孩子！血见红了！快来人啊！夫人发动了！今天的事情不许多说一句。生姨娘，稳婆说夫人情况危急，得赶紧去请春和堂的大夫。放肆！大夫是男的，怎么能进夫人的产房？你是想毁了夫人的名节，还是想坏了侯府的名声？不许请大夫，只许请稳婆。要是谁敢放外男进来，我立刻毁了侯爷，要了你们的狗命！哎呀，接不了，接不了啊！胎儿太大了，胎位也不正，我怕出事担待不起，求求你们快去请大夫吧。侯爷吩咐过，如果不行就保小，这可是侯爷唯一的子嗣，你们懂得要如何做。娘子饶命啊！我们稳婆做不了这个。不行了，你们没瞧见那盆里的血吗？夫人这是要生生疼死了。如今侯爷不在府中，老夫人又外出礼佛，我就是管事人。求求你放了我吧！你敢不听，直接拖出去杖毙！啊！我不接了，这命我担不起！让开！我们要去请太医，去请春和堂的大夫，再晚就真的一尸两命了。阮如三，你这毒妇！侯爷不在家，你竟敢只手遮天，你真是存了心要夫人的命！急什么？本姨娘这可是为了夫人的名声着想。太医大夫说到底那都是外男，大婚之日那等丑事已让侯府蒙羞。若今日再让外男进了产房，污了夫人的清白名间，若是将来传了出去，你们这几条贱命担待得起吗？名节，你这种下药替嫁的人，竟然跟我们谈名节！阮如深，你这就是在谋杀！你是要生生害死夫人啊！阮如生，你看，等我生产，你且等着，等侯爷回来，我定要将你命！姐姐，那你也得有命撑到侯爷回来告状才行啊。
小姐，咱们安插的眼线来报，申姨娘果然把下人都赶了出来，还派侍卫封了院子，说是大夫是外男，不准进产房给贺夫人接生。小宁真料准了，他这是想送夫人的命啊！他不是想要送夫人的命，他是想要那个孩子。只要宋夫人一死，他抱养了孩子。有派人去通知贺远州吗？毕竟这出好戏怎么能少了他呢？小姐放心，传消息回来的时候，就派其他人去通知贺公子了。贱人！侯爷，如生正准备替夫人去请大夫。若不是家丁来报，我还不知道你在家为虎作伥，居然敢阻拦夫人生产。我是为了夫人的名节啊！名节？你这张烂嘴还敢跟本侯谈名节？若非本侯得信及时赶回来，玉茹就要被你害死了，你几条命都不够赔的。滚进去，给本侯听好了，保不住夫人和嫡子，本侯要你们9族陪葬。生了，快把本侯的嫡子抱出来！好，本侯终于有嫡子了，贺家有后了。侯爷，夫人她生产拖延实在太久，气血彻底亏衰，如今已是油尽灯枯之兆，怕是挺不过今晚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不能死，他绝对不能死！侯爷，老臣尽力了，可夫人这胎实在太大，加上被耽误了太久。宋公刚生了大理寺卿圣宠正玉，若是让他知道玉茹死在产床上，宋家绝对不会放过本侯啊！必须全力抑制，哪怕多活3、5天，也要等宋家人来看过。你这毒妇，都怪你耽误了生产的时机，你知不知道宋家会把本侯生吞活剥了？贺兰，你急什么？我不能生养，这不正刚好如死了？他为我们生下了贺家的嫡子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结局？以后这孩子过继到我名下，然后将府里那些碍眼的妾室通通贩卖了，侯府里就只有我们2个了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贺兰，你高不高兴？疯子，你这个疯妇，谁要和你这种丧心病狂的疯子在一起？疯子！进府之前，你承诺我会将妹妹的孩子过继到我名下，然后和我一生一双人。怎么到了她宋雨茹就不行了？你这毒妇休要胡说八道！来人，立刻把这个谋害主母的毒妇给我拿下，押到官府去，交由官府公产定夺。不，你不能送我去官府。贺远州，我是你明媒正娶、正式拜过堂的妻室，你们谁敢动我？脸面，你替嫁入府，残害正妻，早已是贺家的奇耻大辱。带走。小姐，镇南侯府那边彻底定案了，官府已经下了判书，阮如生蓄意谋害镇南侯正妻，证据确凿，判了秋后问斩。其他人呢？自打产子那日后，宋雨茹的命一直靠参汤吊着，最近传出消息说是已经去了。还有贺公子，这些日子一直被侯老夫人关在祠堂里，毕竟是要给宋家人交代的。还有刚才狱卒那边传来密报，阮如生在死牢里日日苦苦，写了无数封血书，苦苦哀求，只想见贺公子最后一面。他去了，说是傍晚食物会去。去吧，这场大戏的落幕，我们也该去听听响动了。二小姐真是好福气，这新姑爷是宫业千挑万选的青年才俊，人品家世样样顶尖。今日这一嫁，定是美美满满一辈子。母亲面色不对，可是出什么变故了？天道好还，这府里疯了一个，赵姨娘疯了。她听说了如生杀害贺远州的消息，当场就呕了血。这几日成天在院子里疯疯癫癫地喊着侯夫人、状元郎，见人就咬。母亲不必理会，叫人给他打发了便是。你父亲嫌晦气，已命人将他堵了嘴，送去极偏远的家庙里关着，由他了却残生了。了却残生，这对他而言倒也算是个归宿。前世你助纣为虐，眼睁睁看我一步步走向死亡，这一世麻雀飞上枝头的梦，怕是彻底碎了。小姐，您听，这才是正经迎亲的响动。赵姨娘送走了，大小姐和贺远州也没了，这世上再没人能算计您了。是啊，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。
前世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，今生如一局精心算计的残棋。如今噩梦醒了，棋局收了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怎么满头都是冷汗？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小姐，大喜的日子做什么梦呀？吉时到了，姑爷的花轿都在府门外等急了。小姐，快些起身吧，别让姑爷等急了。